在非常的尴尬呢，朋友们，好多人都在看我台湾观众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师傅，现在是2026年。如果不算那些 AI 生成的免洗内容，你上一次完整看完一部超过15分钟由真人精心制作长影片是什么时候呢？早在2023年底，也就差不多在3年前，国外知名的频道 Game Theory 大家懂念创办人 MadePad 在他退休前发布了一支震撼大影片，标题就叫 Shorts 正在毁掉 YouTube。当时他大胆预言YouTube 为了跟 TikTok 打仗，强推短影音，这将导致中型创作者灭绝、粉丝文化的崩解，最后让整个平台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成瘾机器。现在3年过去了，我们站在2026年回头看，这个预言到底成真了吗？还是 YouTube 走出了另一条路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 YouTube 的死亡与重生。首先，我们得承认 MadePad 当年说对了一半，而且是最残酷的那一半。在2023年，我们担心演算法不推长影片，但到了现在2026年，问题已经不是演算法，而是生存的成本。这3年来，我们看到无数百万订阅等级的中型频道停止更新，或者是转型去做直播的带货，做付费的订阅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在当年预测Shorts的流量虽然巨大，但它的广告分润依然支撑不起一支高品质的长片的制作成本。更糟糕的是，随着2024年和2025年 AI 影片生成技术的爆发，那你的动态墙上充斥了大量由 AI 脚本、AI 语音甚至 AI 画面生成的量产技术。幸好这个麦克风有降噪功能，应该以前我们说 Shorts 是素食，现在 Shorts 更像是合成营养剂，这导致了 YouTube 的极端 M 型化。一端是 MadePad 这种拥有顶级资源的媒体帝国，另一端是零成本 AI 内容农场，而在中间那些试图用热情说故事、做深度分析的个人创作者，生存空间确实被压缩到了极限。再来，我们要聊聊粉丝的认同。MadePad 当年担心的是新一代观众认脸不认人，甚至认梗不认人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这个现象变得更极端了。请大家诚实回答一个问题你现在滑 Shorts 或 Reels 的时候，如果把界面遮住，你分得清楚这支影片是谁拍的吗？我发现现在的观众对平台的黏着度极高，大家每天挂在上面的时间可能比3年前还要长，但对创作者忠诚度却降到了顶点。以前你会说我是志祺77的粉丝，现在更多人会说我有刷到那个讲时事影片，但我忘了是谁。这种去中心化的流量模式，让 YouTube 成功守住了它在广告市场的地位，但也确实杀死了它曾经最引以为傲的社群文化。就像 MadePad 所说的，我们制造了无数的成瘾者，却失去了支持者。不过 YouTube 真的死掉了吗？其实也没有，它只是变成另一种生物。我们观察到，幸存下来的创作者们开始寻找演算法之外的避风港。既然Shorts无法建立深度连结，现在创作者更倾向把 YouTube 当作单纯的导流入口，然后把真正粉丝带到可能这个 Discord 带到会员制的平台，甚至回归到 Podcast 这种纯声音的陪伴媒体。这变成一种荒谬的现象。YouTube 曾经是我们看影片的目的地，但在2026年，它变成创作者想要逃离的中转站。MadePad 担心的 YouTube 文化消亡确实发生了。那个只要用心做影片就能被看见的黄金时代，已经正式成为了历史课本里的一页。总结来说，2026年的 YouTube 并没有被 TikTok 杀死，而是为了战胜怪物，自己也变成了怪物。它变得更高效，更让人上瘾，但它也变得更冷冰冰。如果你是从2010年代一路看过来的老观众，你可能会觉得很感伤，但对于现在15岁的孩子来说，这就是他们认知的网络，一个无限滑动、充满 AI 内容、不需要记住任何人名字的世界。MadePad 警告在3年前听起来像是个预言，但现在看起来那更像是一个验尸报告。好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虽然在2026年小铃铛可能已经没什么用了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这么做。我是杨师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。
真的好尴尬。